欢迎收看第1059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的背景图有点可怕寂静岭元素拉满三角头女护士。那么我们标题里是说呢，欧洲左派深陷寂静岭，所以我们要聊的是两个主题欧洲左派和寂静岭。但是主要是为了聊欧洲左派是想给大家讲清楚欧洲左派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很多人呢总是先入为主的觉得要么左派要么右派好像左派的敌人是右派，右派敌人是左派。这个我深有体会。这3年呢我做节目我一直被人家去扣左派的帽子说北京是一个左派北京是一个什么皇左，甚至有人说北京是一个圣母天花板圣母婊嘛，说我是天花板，而且是这个级别的。我一直说我不是左派，对吧？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我是左派呢？就是他们想问题特别简单，就是左派支持的一些理念你比如一些福利多元文化支持移民支持 LGBTQ 群体然后包括支持这个环保能源就左派关注的一些议题，我也关注，我也支持，于是乎就划等号了我就变成了左派。但其实不是，对吧？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就理解了。最近我去评论了一些右派的做法，或者说我赞赏了一些右派的做法在政治上，然后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我的一些原来护关的一些左派的推友就把我取关了他们就觉得就北京变成右派。然后有一些右派的这些推友呢就欢呼就说这个北京是我们的人。就你看，就是大家想问题就是这么非黑即白的，对吧？我今天想给大家讲明白就左派的敌人其实不是右派，是谁呢？我们一会儿讲好，我们先来讲这部电影讲完这个电影，其实你就能理解欧洲左派的问题在哪儿了。这部电影它是由这个游戏Silent Hill 2去改编成的。你没玩过游戏也没关系这部电影你还没看也没关系。这个改编呢相当的失败这部电影现在从票房到口碑都相当失败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也是观感很不好那就很奇怪了，因为这部游戏本身在恐怖游戏的历史上我觉得这部游戏可以排 No.1前年2024年这个游戏被 4K 重制了这个重制版做的也特别的好。如果你没玩过，你可以去这个体验这个重制版那么它在剧情上，在这个视觉效果上，在这个音效包括配乐，就是方方面面，我认为它都是顶级水准绝对的神作。所以这么一个东西你把它改编成一个真人电影，在现今这个时代有多难呢？剧情是现成的，你不用魔改，对吧？这些怪物，这些造型，这些场景你直接用很好的特效去还原它。然后音乐部分你就去把这个给这个游戏做配乐的山冈晃先生请来这当然也是请来了那么就是说让他来把关，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让游戏迷非常就是如果你还原的好的话，游戏迷就很买单我要看的就是还原游戏迷。那对于非游戏迷，我从来没玩过的，但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了让我不用玩游戏的方式来体验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故事剧情，那你的票房是绝对有保障的。那他到底失败在哪儿这个法国导演干斯他进行了一些魔改。最重要的我可能涉及一些剧透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男主角詹姆斯，他是一个非常悔恨的一个内疚的状态，在这个整个这个剧情里。因为什么呢？他的老婆Mary实际上是已经死了3年了因为患病。那么而且呢最终实际上是他亲手送他老婆走的，那他就有一个很深的这种内疚愧疚。大家记住，这个他们是一个夫妻关系，这个很重要。当然在电影里被改成了男女朋友关系。这个差别在哪儿那么夫妻是相濡以沫，他们这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般来说，对吧？那么在一个人
久病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有一句俗语，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么夫妻之间，这个 Mary 长期的患病，那么他会有一些很坏的情绪，他会对这个 James 有一些发泄，一些恶语相向对吧？这个是很不愉快的。那还有呢，这种状态就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那么这个男主角 James 长期处于一种性压抑，所以你看到这个游戏中的这些怪物，实际上呢，尤其这种女性的怪物都是他的一种性幻想的一种投射造成的一种心理扭曲。就是这个游戏里它没有真实的怪物，实际上都是他的想象中的这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但在这个电影里，你改成了男女朋友，就是可能这个热恋时间不久，吵架了，然后这个男的就一气就走了，再回来这女的已经重病了，然后就送他走了。你这种它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互相折磨你是在这个深度上你是到达不了的。我不知道这个导演这为什么这么改可能他的就是因为他把这个编剧的活也干了，对吧？就是说我只能认为他的剧作水平就是 B 级片的水平水平不高，我只能这么理解。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他呢尽可能的把游戏中的这些各种怪物都在电影里想呈现出来，其实就是想给游戏迷一个交代嘛，是吧？大家都想看到这些怪物都要出现，但是你不能只做一个拼盘，因为在游戏中为什么说它是神作它不是这个怪物的造型不是说只是为了让你觉得可怕，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游戏本身是很克制的，它虽然是一个心理恐怖的游戏的 No.1但它并没有说我把所有恐怖元素都加进去什么吸血鬼丧尸这那的什么生物疫苗我全都加到这个游戏里，不是的。相反，它非常克制，它的恐怖来源只有一点，就是男主角的内疚，就是那一层他觉得自己的那一层罪幻化出了这些怪物，就这么简单，对吧？那么好，到这个电影中他等于做了一个拼盘嘛那就导致了比如说你像这个医院中的这个女护士这个经典的怪物形象在电影里就出场了可能1-2分钟2-3分钟，他也让他出场，但是他在游戏中为什么那么恐怖，他在电影里并没有把这个角色去塑造一下，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是一个反派也是需要弧光的，对不对？你不能是完全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也是需要塑造的才能让人们带入进去，对吧？但是这个导演不会。那再举个例子，除了这些怪物之外，在这个剧情中的一些人物就是他是人当然是一些配角那导演的选择是让游戏中的这些全都加到电影中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电影是有时长的，对不对？游戏随便做我这个主线剧情需要30个小时通关还是10个小时通关，这是游戏公司自己决定的，它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可长可短。电影不是120分钟或者100分钟，大致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长。那你不可能把一个需要10几个小时才能通关的游戏里面的所有场景、所有怪物、所有人物、所有剧情对白全放到这个电影里来，做不到的，对吧？你就必须要做取舍，大家记住这个词取舍，这非常有利于一会儿去理解欧洲左派，就你必须要做取舍。那你剪辑一部电影什么叫取舍？在一部电影里，你出现的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场景、任何一个镜头，甚至任何一个这个镜头中的一个道具、一个小物件，它必须有意义。举个例子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你在电影里出现了一把枪，那么到这部电影最后，这个枪一定要响。你不可能说第10分钟出现了一把枪，后面90分钟这把枪没了，再也没有了，那你让它出现干嘛呢？这就是浪费浪费胶片那在这部 Return to Silent Hill 里面，我们讲一个角色有一个配角，一个男大胖子叫 Eddie。
这个艾迪在游戏中啊，他出现的那个第一次出现啊，是这个主角在一个非常脏的一个厕所里，发现这个艾迪正在呕吐。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跟主角啊形成一个镜像一样的一个反差。主角是内爆式的，就是他感受的这些内疚啊、这些罪，他全往内心去走，走不出来，去内爆，最后爆炸出这么一个 Silent Hill 的世界。幻化出了，心里投射出了各个这种怪物啊，心理恐怖的这种体验。但是艾迪是完全外爆式的，就是他为什么会陷入到这个 Silent Hill 呢？他是被这个世人所嘲笑、羞辱，然后他想报复这个社会。那在这个反向的外爆过程中，他等于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所以在游戏里是让大家去体会啊，因为你深陷在 Silent Hill 里的各个人，他都有一些缘由嘛，都有一些缘由才汇聚在这里。那么艾迪是艾迪的剧情，对吧？主角詹姆斯是詹姆斯的剧情。那好，到这个电影里，艾迪这个角色没有用了，出场还原游戏也在那儿吐，接着跟主角走了一段路，然后把主角打了几拳，打了一顿，消失。再也没出现过。那你让这个角色出来干嘛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对不对？因为在游戏里最后还有这个主角跟这个艾迪的一场终极的对决，是在一个非常有隐喻化的环境里，是在那个冷冻库里，挂着全是那种这个冷冻肉啊，或者你可以理解是尸体。在这么一个能见度非常低的环境里啊，主角跟艾迪有一场最终的这个枪战。你要决定要不要杀他等等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关键的 BOSS 战，但是在这个电影里没有啊，所以你看你要做很多取舍，艾迪这样的角色你就应该舍掉。游戏迷可能会不爽，说为什么没有把艾迪拍出来？但是你要做取舍呀，比如说你是要艾迪还是要 Laura 是里边的一个小女孩角色，那你肯定得保留 Laura 嘛，对不对？她有更重要的剧情的这个功能性在，而且是一个女性的小女孩的角色，她肯定比这个胖胖的恶心的一个男的要吃香，对不对？你就要做取舍。还有什么要取舍？你比如说邪教的部分，邪教在这个就有一个教团啊，在那个小镇里啊，它有一些跟医院呀、跟原来的军营啊、跟一些邪教团体的地下的秘密的这种仪式啊。有这方面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交代，它不是很直白，你能让你感受那种氛围的恐怖，你要自己去脑补。但是到了电影里，这个导演非常直白的把这个女主角为什么会患病啊，然后这个他们跟他这个男主角啊俩人吵架什么，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在这个邪教的这个介入上，那你就把这个恐怖来源完全搞混了。因为 Silent Hill 2这个游戏啊，它的恐怖来源是内在的，对吧？如果你说有这么一个邪教团体的造成的这些伤害，它是外在的，完全不一样，对吧？如果我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我会把邪教部分完全砍掉，或者仅仅留下一个线索，或者留下一个简单的背景交代。但是最重要的，你要聚焦在哪里？就是男主角 James 和女主角 Mary。他在生重病之后，长期的互相折磨之下的那种人性暴露出来，最终走向一个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悲剧化的结果之后啊，男主角由于内疚崩溃了产生的这种种种的这种遭遇，你要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它完全是内在式的恐怖来源。你把邪教这一层表现出来，去加入进来，就完全错了。好啊，那么电影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实际上大家就理解了一个事情，就是编剧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这我原来在讲电影的时候反复给大家讲，就你不要觉得说我有个好的想法，我有个好的创意，我看过很多电影，我就可以当一个电影编剧了。不是的，写剧本是要非常克制的，这跟写小说完全不一样。写小说你可以天马行空，你写多少章都可以，当然小说你也要注重结构啊。但是总体而言，它不如剧本那么的苛刻。剧本是非常苛刻的，你
大概这个1/2的部分啊有一个高潮，你可能1/3的部分要有一个铺垫。就是举这个例子啊，它有时间点的设置，你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吧？每一个道具的出场都有作用，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对话都要有作用啊。对，再讲这个导演还有一个最错的地方，影片开场啊，游戏内的开场是说这个男主角到了这个 Silent Hill 镇的边上啊，公路边上的一个特别肮脏的公共厕所里，他在那个厕所里对着镜中的自己啊，他很疑惑啊，因为他收到了他亡妻 Mary 来的信，他老婆已经死了3年了，但他收到这封信，说我在这个 Silent Hill 等你，在我们的这个 special place， 在这个地方特殊的一个地方等你。那这个特殊的地方是哪里呢？男主角也想不清楚啊，他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答案，是在那个房间吗？是在那个公园吗？是在那里吗？那里吗？他就要去镇上这些地方去找。那一段呢，是随着非常经典的那个配乐响起，然后是念那封信的一个独白，这是非常美的。这可以认为是 Silent Hill 2那部神作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开场，太经典了。那你无论如何，你要在电影里把这一部分还原呀。结果他在拍这个电影里的时候，音乐这儿没有能还原，念信这地方也没有能还原，然后信本身的这些措辞他都给改了，你这个就魔改的太严重了。OK 啊，这是不再批判他了啊，这个是我觉得太差了。那好，大家现在就能理解了。做一部电影你都需要做取舍，那你更别提在一个现实的政治环境里，你怎么可能不做取舍呢？欧洲左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做取舍，或者我们讲的更清楚一些，就是既要又要，这大家就理解了，对吧？我什么都要，我要高福利啊，但是我也要这个工作时间减短。那你这个不矛盾吗？那你的这些成本谁来承担呢？对不对？你造成的这些效率低下的问题，创造力低下的问题，谁来承担呢？啊，我要这些多元文化啊，这个全球化一体化，我欢迎移民啊，我不喜欢这个边界什么的，这些理念很好，这些理念都很好，但是到实际操作的时候，那你就得接受啊。新移民来了，它必然会造成你本地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变化，肯定会造成你的治安的一些下降，这些你得处理啊。你不能说我都要啊，出问题的时候我假装看不见，对吧？你比如说环保、能源这些议题都很好啊，但是你追求这些东西，你政策倾斜、资金倾斜，那造成的这些物价上涨。本地的工业农业的结构被破坏，你不能视而不见吧，对不对？还有欧洲左派最奇怪的，你比如说反战啊，我要求和平，那当然 OK， 谁都想要，对吧？但是世界并不是说是一个完全的大同世界啊，你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安危的问题吧。好，那欧洲的安全怎么办？然后交给美国。交给北约，实际上就交给美国，你来保护我们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很多方面我们又反美，啊，又去批评美国，批评美国的所有的这种比较霸权的做法。那你不矛盾吗？这个事情，那你自己来做这个防卫，对吧？你自己来做这个安全的保障。所以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欧洲左派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不做取舍，他全都要。所以这就点出了啊，我觉得大家需要在这点上去想明白一个事儿，不要再觉得说左派的敌人一定是右派，因为表面上看是这样，因为左派走得太过的时候，啊，他是那种惯性的乌托邦想法，那就必然会导致一个跟这个民众的一个脱节嘛，因为底层的民众他是没有义务去为你这些顶层的这些理想主义者、这些政客为你的这些道德标准去买单的，
他没有这个义务，对吧？你走的太过激了，你就跟底层民众脱节，那底层民众就会去把票投给这个右派，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右派就上台了，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左派敌人是右派，那右派的支持者也认为自己的敌人是左派，其实都不是，就不要这么去想问题。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左派的敌人是谁？左派的敌人是现实。就是你那些理念都很好，我也都支持，但是你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你够不够诚实？你够不够诚实？就是说我不能什么都要，我知道那个很好，但我现在要不了，或者说我不能一下就要到那个最好的效果，我只能是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步子还不能很快，我必须要考虑方方面面，都做好了，然后一点点带动这个社会的进步。要拉扯，要平衡，要取舍，你才能有很好的一个叙事，你才能拍出一部很好的电影。否则，那你就是拍出《Return to Silent Hill》这种电影，就是我什么样的最良善的、最道德的、我把这些元素全都加进来，这么一锅粥全都加进来，行了上映吧，票房什么样我不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也不管。有的欧洲左派做事就是这样的，这是会有很大问题的那 OK 好，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又有一堆左派的推友要把我给取关拉黑了你看就是这么奇怪这个世界所以不要再给我扣左派的帽子，我也不是右派，对吧？我们跳出这个左右的思维吧，去看这些问题。回归到哪里呢？回归到理性，对吧？或者回归到这个现实问题，或者回归到一些人类的常识，你去看待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又想要那个光明，但是我又不愿意从 Silent Hill 这个雾气中走出来，那怎么可能有光明呢？你不能这两个都要，因为很多这种既要又要它是矛盾的，对吧？这就是常识OK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这部电影不推荐了不要去看如果你是一个游戏迷，你是随便瞎看这个无所谓但是这个游戏我是非常建议大家玩的神作，非常推荐。感谢收看、订阅、分享。